大家好，我是 Klaus。最近不是内蒙古发生抗议吗？中共在内蒙古取消蒙语教学。我们在之前讲中国特色的时候分析了原因，然后在我们的聊天群里，群友在讨论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人反对称赞蒙古人的反抗行为，并说蒙古人以前屠杀了汉人，所以支持中共屠杀蒙古人。今天借这个事情，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和如何正确的对待历史和传播真相。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中国的历史从古到今都是血腥的历史，几乎每个时期都会有屠杀，只是规模大小的差别而已，绝对不是中国历史课本上所谓的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古国那么美好。而由于时间是有限的，而屠杀是无限的，所以以下我们只选取屠杀规模在10万以上的。秦朝统一六国，总人口损失2/3，其中公元前260年，秦统一六国的长平之战，白起指挥秦军屠杀战俘40万人。秦末农民起义，其中项羽就发动过6次大屠杀，其中一次性屠杀秦军20万。到汉初，人口减少70%，两汉之间的王莽篡汉10几年期间，人口再度减少70%。汉朝末年群雄争霸，到三国鼎立这100年时间里，人口减少的比例超过85%。其中公元193年，曹操占领徐州，屠杀徐州军民数十万。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杀降兵近10万。西晋末年历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汉人与胡人相互屠杀，人口损失几千万。其中公元350年，冉闵屠杀胡人20多万。隋末到唐初的10几年间，先后50多位称王称帝，全国人口损失再次超过70%。唐朝末年农民军起义，野史记载黄巢军杀人800万，其中公元878年，王仙芝军在江陵城屠杀40万。公元879年，黄巢军在广州杀胡商10几万。唐朝末年人口损失率达76%。最后到了蒙元时期，全国人口损失高达91%，其中蒙古军屠杀女真人500万，屠杀西夏人150到300万，北方汉人几乎灭绝。四川在蒙古屠杀前有1300万到2000万人口，屠杀后不足80万。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放在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明朝从最开始就执行杀鞑子政策，在整个北驱蒙古的过程中，屠杀不下于1000万，其中真正的蒙古人不到1半左右。明末混战，从李自成到吴三桂，明末清初混战50多年，明末人口1亿多，到顺治帝时，全国人口剩下1400万，损失人口高达90%。其中根据记载，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一共进行了13次大屠城，李为攻打开封，挖开黄河，造成无数死亡。另一个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几乎灭绝了四川人。到1681年底，四川仅剩18000余人。然后是清军南下，屠杀超过10万的事件有济南大屠杀、扬州10日、嘉定3屠、广州大屠杀等等。清军还对准噶尔部的蒙古人进行种族灭绝，屠杀50万以上。公元1796年至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相互屠杀，人口损失1亿1000万。太平天国叛乱期间，1857年攻占南京，屠杀满人200万。1860年攻占杭州，屠杀满人数十万。同年在湖南屠杀数十万人。整个太平天国叛乱期间的几十年里，太平军和清军互相屠城，太平军占领屠城一次，清军占领再屠城，很多城池被先后屠城多次。其中1864年湘军攻入南京，屠杀军民100万。整个太平天国叛乱期间，人口损失1亿多。即使到了近代，超过100万人口损失的屠杀事件有土地改革、镇法运动、3年饥荒中的暴力事件、文革屠杀等等。所以整个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杀人的历史，但是这些却没有出现在历史课本上，因为这些不符合伟大的文明古国的光辉形象。不同民族之间的屠杀也损害所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象。只有日本对中国的屠杀出现在历史课本上。如果日本也像蒙古族和满族一样成功统治了中国，那现在的历史书又会把日本统治也改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小粉红们对元朝辽阔疆域的崇拜，同样的也可以崇拜大东亚共荣圈，而中华民族也喜迎大和民族的加入，那日本对中国人的屠杀也自然不会出现在历史课本上了。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
网友的观点，因为蒙古人以前屠杀过汉人，所以现在的汉人就可以屠杀蒙古人了吗？首先，责任要具体到个人，不能把整个民族都贴上标签。而且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下，没有后代为老祖宗买单的，负债都不用子还的。另外，如果真要追溯的话，整个中国历史中，汉人杀的汉人远远多于外族人，汉人杀外族人多，还是外族人杀汉人多，说不清楚的。中国的历史本来就是杀来杀去的，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祖宗一脉一直都是清白的。而且认真追溯的话，这位网友很大的可能性不是汉人，汉人多次被灭绝，北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经常听到的羌族、匈奴、契丹、蛮夷、狄胡等等，都变成了现在的汉人。而且在元朝的时候，汉人的新婚妻子必须要送到蒙古人保长那里过3天。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自信地说自己是纯正的汉人，即使这位网友搬出来自己家族谱可以追溯到秦朝，你能保证自己的老祖宗就没有娶过外族的老婆？即使严格的回族也是允许通婚的，只要经过洗礼。如果这位网友有沾上一点蒙古人的血统，按照他的说法，是不是应该自杀来为祖宗买单呢？过激的言论往往会造成自相矛盾。我们既要面对历史，同时也要尊重现实。如果过度的宣扬某一历史，虽然是真相，但无视了现实，就容易产生过激的言论。历史是需要我们学习和发掘，但是在面对历史和真相的时候，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却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就像面对历史上的人口灭绝事件，都是因为大一统思想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造成的，而不是要站队贴标签来宣传仇恨。虽然历史和现实有时候是矛盾的，但一样可以做到面对历史的同时尊重现实。比如你和男朋友、女朋友两个人一不小心有了孩子，两个人既可以学习历史教训，以后小心行事，同时也要尊重生命已经被创造的现实，好好的对待，不能因为孩子不是自己想要的，就把错误发泄到孩子身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矛盾的、分化的，而真理往往在两极之间。理性的艺术就在于去拿捏和把握这中间的度。就像列宁说过，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论，虽然他自己多走了很多步。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分析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由来，在这里补充一下，狭义的封建制度就是分封制，严格的讲，在秦朝统一之后就结束了。我们节目里说中共的红朝也是封建社会，是用的马克思主义对封建社会的定义，有用中共的定义打他们脸的意思，将计就计。网友终身洗粉说，中华民族用来绑架人民，就像赵立坚说，中国人民是中共的盾牌。网友 Jack Lam 和网友 Karen 200155补充了中共以前是真的把人民当盾牌的故事。网友 Dr. Duden 说，吹牛皮时，文明古国上下5000年，地大物博，谈服历史初级阶段才过70年，人多底薄，没有底线，因时制宜的胡扯扭曲。网友布汉奎说，中共教科书上说女真族也是中华民族，又说岳飞是民族英雄。网友廖仁斌说，吴三桂是汉奸，可是大清国也是中国，那吴三桂怎么是汉奸呢？毕竟中共的历史都是扭曲的，所以仔细一点肯定不难发现很多矛盾。网友社会主义结果的公平说，每次怼粉红的时候说我的祖先是明朝人，中国明明71岁，而我以前怼过粉红说祖国是母亲的言论。我说中国刚刚举行了70年国庆，我爷爷都80多岁了，对于我爷爷来讲，这个母亲怕是后妈吧。小粉红一下子呆住了。网友喜呆呆说，本来无一物，何处为中华。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